肖战这波真的有点忙到连轴转的意思了。前脚，德贤景致在2026微博电影之夜拿下年度口碑影片，后脚10日中烟又传出拍摄进度顺利，预计7月初杀青的消息。再加上新代言、新续约、新物料一个接一个往外冒，粉丝这几天的状态大概就是刚刷完一个热搜，另一个又来了，手机还没放下，下一条消息已经在路上了。说实话，娱乐圈最不缺热闹，但像肖战这样一边靠作品拿成绩，一边在剧组高强度拍戏，一边商业价值还稳稳在线的情况确实挺少见，不是单纯红，也不是单纯忙，而是每一条线都在往前走，事业状态肉眼可见的开挂。先说这次最亮眼的部分，德贤景致拿下2026微博电影之夜年度口碑影片。6月14日，2026微博电影之夜荣誉揭晓，德贤景致和《捕风追影》《长安的荔枝给阿莫的情书》获许可一起获得年度口碑影片荣誉。这个奖项本身就挺有分量，因为它不是单看热度，也不是只看流量，而是把作品的讨论度、观众反馈、行业认可放在一起看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导演孔生上台领奖时还来了一句：“电影颁奖太好玩了，希望下次还能来。”这句话一出来，现场气氛直接轻松了不少。孔生导演一向给人的感觉是稳准狠，拍戏扎实，说话也不搞虚的。这次一句话反倒让大家看到他可爱的一面。网友也调侃孔导这是尝到电影颁奖的快乐了，下次请继续带作品来。而德贤景致这次不只是拿到那场荣誉，线上推荐赛道也很猛。年度喜爱影片 Top 1是德贤景致，累计推荐值3453.7万次。年度瞩目男影人 Top 1是肖战，累计推荐值3180.8万次。年度银幕搭档 Top 1是莫德贤夏晨组合，累计推荐值2663.1万次。三项加起来接近9300万推荐值，这是什么概念？就是不止粉丝在推，作品本身也真的把观众情绪调动起来了。尤其肖战成为首位实现3大赛道均破1000万的影人，这个成绩放在微博电影之夜的语境里确实很能打。很多人之前对流量演员主演战争题材电影这件事多少有点观望，毕竟战争片不好拍，普通人角色也不好演，稍微用力过猛就容易假，稍微端着又容易悬浮。可德贤景致偏偏走了一条不太一样的路，他没有一上来就塑造完美英雄，也没有把人物拔得特别高。故事讲的是南京沦陷后，一群逃难到小镇的普通百姓，在日军误入之后被逼到绝境，最后不得不奋起反抗。他拍的不是天生英雄，而是普通人被时代推到墙角之后，终于站起来。这个角度挺戳人的。因为莫德贤一开始不是那种一出场就自带光环的人，他是前公，是丈夫，是父亲，是想活下去的小人物。面对战争，他会怕，会躲，会本能的想保住家人，这才真实。普通人遇到枪炮，第一反应哪有那么多慷慨激昂？害怕才正常，发抖才正常，想逃才正常。也正因为前面够真实，后面的觉醒才更有力量。肖战饰演的莫德贤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在这里，他不是把角色演成从头到尾都很勇敢，而是演出了一个普通人从恐惧到挣扎，再到不得不站出来的过程。那种眼神里的慌，身体上的僵，面部细微的颤，很多观众看完之后都说有生理性演技的感觉。所谓生理性演技，不是喊得多大声，也不是哭得多惨，而是你能看到这个角色的身体真的在害怕。眼神闪躲，喉咙发紧，面部肌肉控制不住的抽动，甚至在极端情境下出现干呕、失控、发懵，这些反应不像演出来的，更像人被逼到极限时的本能。这类表演其实很难，因为它不能油，不能飘，也不能太漂亮。肖战这次为了莫德贤做了不少外形和状态上的调整，比如剃寸头、晒黑、减重，还练习方言，让自己更贴近一个底层钳工的状态。一个原本外形条件很突出的演员，愿意把自己往粗类里放，愿意让角色不好看，这本身就是态度。有些演员演小人物还是忍不住保留精致感，观众一看就会觉得这不像在逃难，像刚从造型间出来。可是莫德贤不一样，他的狼狈、疲惫、怯懦、崩溃都不是为了扮丑而存在，而是为了让这个人物站住。所以德贤景致的成功不能只归结为肖战人气高，
人气当然是优势，但观众愿意买账，最终还是因为作品撑住了。这部电影的票房逆袭也挺有故事感。据公开资料显示，《德贤景致》最终累计票房达到 4.12 亿元。对于一部成本约4000万又不是传统商业大片包装的战争题材影片来说，这个成绩已经很漂亮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它不是一开始就拥有绝对排片优势，而是在强片夹击中靠上座率、口碑和持续讨论度一点点往上冲，这就很有爽文味了。开局不算最强，排片也不算最优，旁边还有《疯狂动物城2》、《阿凡达3》这种大体量作品压阵，可它硬是凭口碑打出存在感。很多观众原本只是抱着看看肖战这次演得怎么样的心态进影院，结果出来之后变成了自来水，这片比想象中扎实，肖战也比想象中沉得住。这才是最重要的转变。因为娱乐圈里热闹来得快，散得也快，真正能留下来的不是某一天的热搜，而是观众看完作品后愿不愿意承认他这次确实演得不错。德贤景致让肖战完成了一次很关键的观众印象刷新。过去提到肖战，有人会先想到流量，有人会先想到粉丝，有人会先想到热度。但从梦中的那片海到藏海船，再到德贤景致，他的作品路径其实越来越清楚，不躲舒适区，但也不满足于舒适区。尤其莫德贤这个角色不靠帅，不靠苏，也不靠偶像滤镜，靠的是人物弧光和情绪层次。这对演员来说很重要。一个演员如果一直演观众熟悉的那一类角色，当然安全，但很难突破。真正的转型不是嘴上说我要转型，而是拿出一个让观众觉得陌生又成立的人物。莫德贤就是这样一个角色，他不完美，不体面，甚至一开始有点怂，但他活得像人。也正因为这样，观众才会被他后面的选择打动。这次微博电影之夜后台，孔生导演也再次公开称赞肖战，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暖的男孩，对自己的工作认真，不会因为他影响剧组当天的戏。这个评价看似简单，但懂行的人都知道，导演夸演员不耽误戏，不给剧组添麻烦，其实分量很重。剧组是一个高速运转的机器，尤其孔生这种级别的导演，对现场效率和演员状态要求肯定不低。一个演员能让导演觉得安心，说明他不仅会演，还能扛事，能稳定输出。对于影视工业来说，这种靠谱非常珍贵。说白了，演员不是只在镜头前好看就行，背台词、走戏、情绪衔接、现场调度和对手演员配合、服从剧组节奏，这些都是真功夫。肖战能得到孔生这样的评价，至少说明他在片场不是靠光环，而是靠职业态度说话。再把时间线拉长一点看，肖战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确实很密集。第33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，他凭《德贤景致》获得最受大学生欢迎年度男演员。亚洲艺术电影节金海燕奖，他拿下最佳男主角。SMG 电视剧品质盛典，他凭《藏海船》获得年度卓越品质之星。第31届白玉兰奖，他又凭《藏海船》入围最佳男主角。再加上这次德贤景致拿下微博电影之夜年度口碑影片，肖战这半年的关键词已经很明显：作品、奖项、口碑，持续输出。当然，粉丝之间会用影视双帝这种说法来概括他的阶段性成绩，这种表达更偏粉圈语境。放在更稳妥的娱乐稿里，可以说他在电影和电视剧两个赛道都拿到了重要认可，完成了从人气演员到实力型演员的进一步推进。这样写既有看点，也不容易被挑刺。而就在德贤景致热度还没完全散去的时候，时日中烟的新消息又来了。最近有圈内消息称，时日中烟拍摄进度顺利，疑似将在7月初杀青。这个消息一出来，粉丝自然很激动。毕竟这部剧从开拍开始关注度就很高，题材又是近年来很吃香的无限流、规则怪谈、悬疑冒险类型，肖战饰演男主旗下，本身就自带讨论度。不过这里要提醒一句，目前关于具体杀青时间还是要以剧组和官方发布为准。粉丝现在也很清醒，基本都是不信谣不传谣，一切等官宣，这点挺好，毕竟越是大项目越不能靠路透和爆料当准信。
但可以确定的是，肖战这段时间确实在剧组投入度很高。网传他每天拍摄时间超过12小时，工作强度相当大。虽然具体时长还没有官方逐日确认，但从这类大体量剧集的拍摄规律来看，主演戏份重、周期紧、任务密，本来就是常态。尤其《十日终焉》这种类型剧，不是简单站着说台词就完事，它有大量情绪戏、动作调度、群像互动和复杂场景，演员体力和脑力都要跟上。肖战作为绝对男主，压力可想而知。旗下这个角色也不是轻松挂，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阳光男主，而是带着高质感、破碎感、疯批感和强烈求生欲的人物。换句话说，他的情绪不是单线条的，他要冷静，要算计，要崩溃，要反击，还要在极端规则里保留人性挣扎。这种角色如果演浅了，就会变成单纯耍帅；如果演过了，又容易变成用力过猛。观众期待的是一种刚刚好的危险感，你知道他很聪明，也知道他心里有裂缝，你看见他在布局，也看见他在被命运拉扯。这对肖战来说是一次新的挑战。从德贤景致的莫德贤到十日终焉的旗下，两个角色完全不是一个路数。莫德贤是被战争碾压的小人物，旗下则是规则世界里的核心破局者。前者要演出捕捉、恐惧和觉醒，后者要演出自信、压迫感和精神拉扯。如果这两个角色都能站住，肖战的角色版图就会更宽。这也是很多观众现在期待十日终焉的原因。不是单纯想看肖战又演了什么，而是想看他这次会不会拿出一个和以往完全不同的肖战。演员最怕被固定在某一种滤镜里，而肖战这几年一直在往不同类型里走。年代剧、古装权谋、战争电影、无限流悬疑，题材跨度越来越大，角色气质也越来越不重复。这条路不一定轻松，但很聪明。因为观众对演员的信任不是靠一部戏建立起来的，而是一部接一部积累出来的。你每次都能让人看到一点新的东西，观众自然会愿意继续看下一部。更有意思的是，肖战这边剧组拍的紧，商业版图也没停。近期超能、新代言官宣、青岛啤酒等品牌合作也持续稳定。对于艺人来说，商业价值和作品表现其实是互相支撑的。没有作品，只靠曝光，商业热度容易虚；没有大众影响力，作品传播也会吃力。肖战现在比较难得的一点是，两条线都在跑，而且彼此之间没有明显脱节。品牌选择他，看重的不只是脸和流量，还有稳定的公众认知、持续的作品输出和较高的商业转化能力。说的接地气一点，就是他既能带话题，也能带信任感。这几年内娱环境变化很快，品牌方越来越谨慎，观众也越来越挑。以前可能一个爆剧就能吃很久红利，现在不行了，你得不断有新作品、新酒色、新口碑，商业合作才会更稳。肖战现在的状态恰好是作品端和商业端同步发力。当然，热度越高，争议也越多。肖战一路走来，外界对他的审视从来不少，有人夸他进步快，也有人盯着每一个细节挑毛病。但从结果看，他没有把时间浪费在反复解释上，而是用作品一步步往前推。你可以不喜欢他，但很难否认他确实一直在工作，一直在拍戏，一直在拿出新角色。这一点在如今的娱乐圈其实挺关键，因为很多时候观众不是非要演员完美，而是想看到演员有敬畏心，对角色有敬畏，对剧组有敬畏，对观众有敬畏。莫德贤能被认可，旗下能被期待，背后都离不开这种职业态度。这也是为什么孔生导演那句评价会被反复提起。阿暖的男孩工作认真，不会因为他让戏出问题。这些话听起来朴素，但很实在。娱乐圈漂亮话太多了，真正让人放心的反而是这种不花哨的肯定。导演不需要替演员做粉丝滤镜，他认可的是合作过程里的真实感受。从德贤景致到十日终焉，肖战现在其实处在一个很关键的节点。德贤景致已经证明他可以在电影大荧幕里扛住小人物角色，也可以在战争题材里放下偶像包袱。藏海船让他在剧集领域拿到更多专业关注，十日终焉则可能成为他打开类型剧新赛道的一步。如果十日终焉后期成品稳定，剧情节奏在线，特效和规则体系不拉胯，那这部剧很可能会成为下一波讨论焦点。
毕竟无限流题材本身就有观众基础，原著热度也不低，再加上肖战的国民讨论度，项目关注度已经摆在那儿了。但越是这样，越要稳。粉丝期待归期待，营销号可以热闹归热闹，但最终还是要看剧本、制作、表演和播出效果。观众现在很聪明，不会只因为名字就无条件买账，真正能留下来的还是成片质量。这点德贤景致已经给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一部作品能不能破圈，不是单靠铺天盖地宣传，而是看观众走出影院后愿不愿意主动说一句值得看。德贤景致做到了。莫德贤这个角色也让很多人看到，肖战不是只能演精致角色，他可以灰头土脸，可以狼狈，可以害怕，可以把人物放进尘土里。对演员来说，这比单纯帅上热搜更重要。帅是一种天赋，但能不能把角色演到观众心里才是本事。现在再看肖战的事业节奏，确实有点拼命三郎的味儿。电影口碑拿奖，电视剧奖项入围，剧组高强度拍摄，代言接连官宣，行程密得像开了倍速。粉丝心疼他辛苦，也期待他多休息。路人则更关注作品到底能不能继续拿出惊喜。两种声音都正常。但不管怎么说，肖战现在最核心的标签已经越来越从顶流转向有作品的演员。这比任何热搜都更有价值。顶流是阶段性的，作品才是长期的，热度会起落，数据会刷新，但角色如果立住了，就会一直被记住。魏无羡是一个阶段，肖春生是一个阶段，藏海是一个阶段，莫德贤又是一个新的阶段。接下来旗下会不会成为新的代表角色，就看时日中烟成片能不能打了。这也是现在最让人期待的地方。肖战不是没有压力，恰恰相反，他的压力一直很大。因为关注他的人太多，期待他的人太多，质疑他的人也不少，每一部作品出来都会被放大检验。但他如果能在这种高压环境里继续稳定输出，那就说明他真的练出来了。娱乐圈从来不缺一夜爆红的人，缺的是能红很久，还能不断拿作品说话的人。德贤景致拿下年度口碑影片是作品层面的肯定，线上推荐3赛道登顶是观众热情的体现，孔笙导演公开认可是合作层面的背书，时日中烟即将进入收尾阶段，则意味着肖战的新角色又快和大家见面了。这一连串连起来看就很清楚了。肖战现在不是靠单点爆发，而是在形成连续输出，这对演员来说才是真正的底气。当然，关于时日中烟具体什么时候杀青，还是那句话，等官宣，该谨慎的地方要谨慎，该期待的地方也不用压着。毕竟从目前传出的消息看，剧组进度顺利，演员状态在线，项目关注度也高，大家等一个正式好消息就行。至于肖战这次拼命三郎模式值不值得心疼，当然心疼，但也能理解。演员这个职业看起来光鲜，真正进组之后就是一场长跑，早起夜戏，吊威亚，情绪消耗，反复拍摄，哪一样都不轻松。观众看到的是几分钟高光，演员背后可能是10几个小时甚至更久的打磨。肖战愿意这么拼，说明他很清楚自己现在最该抓住的不是热度，而是角色。这才是聪明人，因为热度可以让人被看见，角色才能让人被记住。从莫德贤到旗下，肖战正在把自己的演员版图一块一块拼起来，前者让观众看见他的沉下去，后者可能会让观众看见他的锋利感。一个是尘土里的普通人，一个是规则迷局里的破局者，反差足够大，期待值也足够高。所以接下来就看时日中烟能不能接住这波期待了。如果接住了，肖战的2026年可能真的会成为一个很关键的上升节点。最后还是那句话，成绩已经摆在这里，作品还在路上，别急着神话，也别急着唱衰，等剧播，看成片，让角色说话。肖战这一路最有意思的地方，恰恰就是他总能在争议和期待中拿出下一个作品继续往前走。这才是真正的娱乐圈长跑。不是一天爆了就算赢，而是每一次出场都让观众觉得，这个人还能继续看，